这个礼拜，我的身心灵全部都给了烫面馒头。烫面馒头惊人的松软度，还有它精细的拿捏跟揉制方式等等，让我短短一个礼拜内做了好几次不同的实验，终于研究出自己喜欢的比例跟制作方式。今天家庭主妇练习生就跟大家一起分享烫面馒头。我们先来制作烫面，等一下要倒入中筋面粉里的热水至少要65度以上。接着把面粉搅拌成絮状，水的比例我实验几次之后，觉得还是面粉量的55%是最适合的比例，大家可以参考下面的说明栏。一般烫面的制作会出现在比如说像葱油饼蛋饼、蒸饺、烧麦等中式面点里面。烫面因为它面粉里的淀粉已经被糊化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筋性，制作出的成品通常弹性不高，可是它的优点就是保水性很强。这也就是为什么烫面馒头在室温放到隔天几乎跟刚出炉的时候一样松软。我这周尝试不同的配方，比如说像是全烫面，或者是烫面面团跟煮面团比例3:1，这样做出来的面团揉制的时候非常容易断筋，而且它成品比较粘手。最后选择用的是2:1的比例，做出来的馒头比较符合自己的喜好。面团搅打成絮状的过程，它的热气会散失，接着它的温度就可以用手稍微把它揉成面团，不用揉光，只要看不见粉状颗粒就可以了。那大致揉成型的面团，我们盖上保鲜膜，让它继续降温，接着来制作发酵面团。虽然我们现在制作的是酵母面团，不过要注意的是，酵母的用量要以包含整个烫面面团还有酵母面团会使用到的面粉总量来计算。比如说300公克的面粉，酵母占1%，那也就是3克。那如果室温炎热的话，可以将酵母酌量减少到2.5或者2克。那大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以我现在制作的这个配方来说，3克的酵母要全部放进去这个面粉量只有100公克的酵母面团里，也就意味着这个酵母面团发酵的速度会非常快，所以我们要掌握好速度，将酵母面团与烫面面团赶紧揉合在一起，让那个酵母菌可以作用的目标能够扩大。OK， 这边稍微打成棉絮状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温度已经降下来的烫面面团加进来。我之前在古研所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过，酵母适合发酵的温度是28到35度，所以要确定你的烫面面团不是烫熟的，是微温的，否则酵母就会被你烫死。附带一提，为什么刚刚的烫面我会把它揉成团，而不是面絮状的直接跟现在的酵母面团揉在一起？那是因为我试过，就是面絮状虽然可以帮助散热，但是它水分也会快速的蒸发。虽然有保鲜膜盖着，但面絮最后会变得干干的，影响整体的水分。桌面上撒点面粉，我们要进行揉压排气的动作。这个步骤很重要，因为刚刚我们说烫面面团基本上没有筋性，所以现在要靠发酵面团里的酵母菌帮忙，所以我们要把2种面团呢，把它均匀的揉合在一起。这是我最近很喜欢使用的手工揉面方式，好像在洗长条状的衣服一样，搓搓揉揉的帮助面团排气。长条状的面团，我们是小面积各个击破的方式。那你会感觉到面团因为揉压的程度，还有你手里的温度，开始变得柔软而且细致。那接着我们就要减轻力道，同时间呢，把揉的范围扩大，让面团可以变得越来越光滑，像这样子。揉好的面团分切成4等份，每个重量大约是115公克。这个面团比起我们以前制作的面团，它的保水性都高，所以为了避免粘黏，我们在桌面以及每颗面团上面呢，都铺上一层薄薄的面粉。现在我们来进行滚圆。
你会发现有烫面的作用，揉面的时间比起一般的面团会相对的短，而且因为面团现在还保有一点温度，它的发酵作用会进行得非常快，所以包括刚刚的揉面跟现在的滚圆呢，都不要太久，也不要过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这个筋性比较低的面团产生断筋的现象。哦，对了，这是我最近在学习的滚圆手法，有稍微抓到一点感觉，但还要再练习。如同我刚刚说的，因为里面的烫面温度还在，所以面团发酵的时间呢，其实蛮快的。这个只花了20分钟，你们看，用手指轻压，慢慢回弹，发酵就已经完成了。电锅蒸的话，外锅1杯水。那如果你是用瓦斯炉，这个烫面馒头会建议等水滚了之后再下去蒸，中大火蒸1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看出炉的烫面馒头。哎呀，很漂亮哎，各个浑圆饱满的，迫不及待，我们来试吃看看咯。馒头里面的组织很绵密，而且你们看整体很松软，拿在手上有一种空气感。馒头表面这层皮是我最爱吃的，其实只要像我刚刚面团滚圆之后，你不要盖起来，让它表面风干一下就可以形成了。我们继续来试试看。真的很松软，它虽然少了一点一般馒头的嚼劲，可是却有一种面包的质感，难怪之前汤种吐司、汤种面包这么红，它原理可能是一样的。不过各位，烫面馒头真正的决战点是它的保水性。我们来看看，这是我昨天做的，因为最近下雨，天气比较冷，所以我放在室温1个晚上。我们来试看看，依旧软绵绵。它的口感还是很好，不像一般的馒头放到隔天，甚至蒸完没几个小时就变成空姐顶 Coco。烫面馒头的保水性真的，来宾请掌声鼓励。OK， 这就是今天的烫面馒头。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按赞、留言跟分享，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家庭主妇练习曲，我们下次见，拜拜。